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人黄文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台湾税员备少将于本成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再有的问题，那你看到了，包括在立法院。在立法院，当然你看到行政院长在昨天去专案的报告，那行政院长跟立委之间也有激烈的言辞交锋。那民众最关心的是整个风暴，那什么时候能够平息，大家能够吃到安心的一些油呢？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对于台北市议会，那很多议会可能要开议，在开议的过程，台北市大概这一次的议会里面有很多的议员应该都会请英委上来备询吧。那个交锋的过程，但钱惠珠议员秦姐这两天讲了，那长官在回复所有议题的时候，要迅速，要确实，要什么什么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不要好像复制贴上，这言下之意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的意涵呢？但是对于所有的国人来讲的话，你对于老共的所谓的民主团结法界有什么一些的感觉？10万民夫被打。那到底有任何的关联性吗？可是除了这以外，这几天媒体报道，当天的活动，其实萧美琴副总统是不是本来也有计划要到场？那这整个就把成绩往上拉了。大家就在想，那到底那些人的目的到底是谁？是真的是石板吗？还是有其他一些考量吗？那这维安是不是又要往上考量了一层呢？但对所有人来讲的话，选战。每一个候选人的检验，对士广阳来讲的话，这现在事情恐怕不只是士广阳的事情吧，包括对万美委员胜或整个家族来讲，那现在都在检视当中，而这个检视对于不管是同党一些要参选的人，对整个桃园的选情胜或对2028、2032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不过一开始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包括桃园市长张善政被问到士广阳一些事情后，他的回应是什么？那万美委员又是怎么回的？来。问一下市长，因为这个市广阳被爆出，我们只谈今天的这个考察，好，谢谢。在这个场合问一些正向的问题，好吗？好，谢谢。关于这次士广阳的参选他在他的这个声明上面已经有说得非常的清楚。那站在我的立场呢，我个人是支持，也尊重他所有的决定。想问他会选到哪？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决定因为毕竟他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参选人，他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那所有的这个声明当中，他所写的东西，我想我们都必须尊重他。来，任俊，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的检视现在已经到了，包括万美玲家族，然后包括建设公司，包括包括中平地啊，那些所有的这些地段到底是怎么样？万美委员他们也有出来回应一些，包括那个房子什么不是公保地啊，类似这些。可是现在一路下去，大家从最原始点来看好了，士广阳他说他不接受国民党的提名，但那个看起来不是退选，是 OK， 也不是退出国民党，我只不接受提名嘛，你不用给我推荐书。可是这一路延烧下去，你在媒体上最近看到很多，包括同党的议员，胜过地方基层，是不是都会有一些反弹？我先讲张善政刚刚那个回答张善政在刚刚那个2个受访的片段里面他的笑容很正向而且也很正面，但是它的内容呢，让人家听起来有点负面，而且还很负向。就你这时候问我这么负面的干嘛？不是，那什么样叫做正向的问题吗？就是这个问题跟选战是有关系的。正向的问题就是，那记者就应该再换一个问法。那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样遏制霸凌呢？是，这很正向吧？或者其实一般政治人物遇到这种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问一下跟今天主题有关的问题。我觉得都比那个问一下正向的问题这几个字来得好。意思就是这件事太负向。看起来张善政是不想回答，而且他完全展现出一个，对我就是张善政，我就不想回答怎么样，所以大家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名词，所以用了一个正向我想，其实士广阳在这整件事情，他的角色其实很单纯。我老实说，就是你有没有曾经在求学阶段里面做过些什么事情，让人家到现在为止耿耿于怀。至于他要不要参选，老实讲，就连兵役问题连兵役科、兵役局都已经出来讲说，没有找到任何他有妨碍兵役的问题，所以在法律上面，基本上我觉得他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所谓违法的状态。那至于说要不要当兵，我觉得我们兵役单位也很厉害，对不对？欢迎他报效国家。可是你看到这2天所有的讨论，包含到刚刚其实主持人的疑问。他的转向，其实你会发现到主角已经不是士广阳曾经做过些什么事，
而是整个桃园第一个国民党的政治生态会不会因为4广阳事件而改变？第二个是他的母亲万美玲未来所担负的角色，现在已经不是他以前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而是未来他的角色会不会对国民党在当地里面产生影响，甚至对于万美玲的政治生命产生影响啊？我们先看哦，网络有个民调啦哦，是问读者嘛啊，当然这样的一个民调先讲哦，因为它并没有锁定地区，所以这个是大家都可以投的哦。那他做了一个民调说，且4广阳爆出遭霸凌的这个事件，赞不赞成他退党参选？好，民意这个题目也很有趣啊，因为并没有排除参选这2个字，而是你赞成他退党参选吗？结果呢，赞成直接退选的有77.9%。我先讲啊，题目设定叫做你赞成他退党参选吗？但是选项里面有一个赞成他退选，结果77.9%的这个愿意去投票的人哦，表示了说赞成啊，然后呢有11.8%认为他赞成他退党参选啊，那不赞成的6.4%啊，那总投票数是1424了啊，所以我就回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啊。4广阳其实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或是怎么样，对于当事人本身来讲，他们一定在乎，不然不会陆续报。但我再讲一次，他没有做的事情，不用套到他头上。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司法作为，我觉得大家也不会去反对。可是问题是，如果4广阳现在的表达叫做说我会继续请走基层，倾听民意的时候，被视之为叫做他不挂国民党籍。对不起哦。刚刚题目也有点问题哦，他没有退国民党啊，对啊，他只是不挂国民党这件事情，他自己说了好，我不会挂国民党参选。可是呢，我有没有可能用无党籍的方式呢来参选？这就回到了国民党的态度。现在传出来，国民党在当地也没有打算再补提名一个。那原先这个国民党那个国民党籍那个副议长的女儿。也是继续用无党籍参选，所以这里面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状况哦。就是说4广阳他坚持参选下去，按照万美玲的说法，我先谈4广阳这一块了啊。按照万美玲的说法，是因为他是一个成熟大人，所以我100%支持他的决定。包含到4广阳如果继续坚持要选的时候，他的母亲会不会全力支持？会吧。我觉得这大家不用怀疑啊。可是当4广阳如果走这一步，现在看起来会朝向这一步的机会大。对于国民党或对于民进党会不会产生影响？这个是在地方政治势力上面的 balance 的一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先谈民进党，民进党在那一边的席次，老实讲，蓝大于绿哦。这边将军非常清楚嘛啊，上次是4席，将军这一席嘛，对，就你这一区了，4+1，他们7，对，总共12，他们4嘛，哦，民进党4嘛啊，所以。将军这一席我不敢，因为你知道选举最怕人家说他稳，我倒数第3名，我票不够，将军还要努力还要继续努力哦。可是绿营的这4席的这一块，绿营这一次提5席哦。对于他们来讲，4广阳事件是好是坏，就很简单，只要看一件事情，4广阳会不会成为超级吸票机就好。因为这一块是蓝营拿不走的。对。那这时候有一件事情就很重要，如果绿营里面没有超级吸票机。同样的例子在内湖看过，港湖区看得到嘛？高嘉瑜，对，大家担心因为超级吸票把票吸到一个人身上去之后，其他人被弱化掉。所以如果绿营在这边有4席，他现在提5哦，如果而且第5个那一个这一次他有参选了，因为上一次他是落选头，他这一次参选有没有可能在 balance 的状态之下，大家的票不会差距太大？可是这就回到蓝营了。当4广阳决定，如果他最后决定用无党籍自己一个人选的时候，万美玲要全力支持他，会不会要求他所有的那些条啊咖，所有人力挺所谓的4广阳？当然要吧，一定会。那这个就回来了。4广阳的脸书下面，当时被认为是条啊咖的，应该都是里长级吧？会去留言的大概都是国民党。所以这时候，如果4广阳成为一个蓝营这一块那个所谓的7席嘛超级吸票机，因为这时候没有得容许我有任何闪失的状态之下，这个超级吸票机之后会变成蓝营那7席，本来的7席可能会有
票数上极大的差距。上一次的差距最大的是那个林涛嘛，2万多票嘛， 2万1。可是他第2名也有1万多票啊，1万5，也有1万5啊。老实讲，差距算不算很大？我不敢在这边乱加评论。但是如果现在认为说士广阳他要参选，如果大量吸票，他如果捞个3万票往这边去的时候，将军的脸色就变了。将军，你还要努力哦，你还要再努力哦。对我好怕。但他会冲击到的是谁？蓝营本来那7席可能有被认识的那一段，会不会反而变成大吸票机吸完了之后，蓝营后面的产生危险？但他会冲击到的是谁？蓝营本来那7席可能有被认识的那一段，会不会反而变成大吸票机吸完了之后，蓝营后面的产生危险？因为绿营是平衡的。对，可是任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地方生态是这样。如果是我就不想让你继续选啊，是因为你一定会影响到大家的票，能够退一个就退一个。好，那但是这些话也不宜公开这样大辣辣的讲。可是这整件事情，它不是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才烧出来的嘛？他在3月份左右在媒体上面就已经有，要不会有那个串文，没错，会有600多万的点阅，会有这么多，所以在危机处理上面，万委员，你说沙场老将从议员一直到委员，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会烧成这样吗？还是真的当时有点轻忽？可是媒体上，你如果媒体上报道，连傅昆萁委员他都请了大家一起来商量，这个危机处理到底该怎么弄？但是到现在看起来，这个危机并没有因此变比较小啊。好，您特别提到的是，今天有一篇媒体的报道，提到说呢，当时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呢，万美玲这边呢，或者士广阳这边认为风波其实可以很快平息，结果没有想到不断的烧，是那烧到最后呢，身为国民党立院党团的大家长我先讲，特别强调是立院党团傅昆萁呢，按照报道说呢，事实上对这件事情也表达关心，甚至找了国民党熟悉空战的立委。我有时候觉得补这句话大概能够算出来的没几个，就那几位大概就那1位吧，大概就那1、2位吧。熟悉空战的立委还下去帮忙，然后万美玲发现到说这个事件止住不了的时候呢，还找了当时在选举的时候在当地颇负盛名的公关公司协助处理，但是我如果回来看媒体，其实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因为这个礼拜才过3天嘛，其实报道的内容方向有些改变了。在上个礼拜谈论的是士广阳曾经做过些什么事情，还有他的回应。但这一个礼拜的媒体报道基本上聚焦是在万美玲本身，对，还有士广阳的家族状态。好，那就问题就不一样了首先是万美玲，她要不要全力争取的全力协助或支持士广阳，当然会影响地方生态。可是今天的这些评论却谈到的却是万美玲，你未来自己在下一步第一个争取立委连任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问题？第二个是，那你争取立委连任完了之后，下一次有没有可能在市长选战上面出现问题？好，这就呈现的是士广阳这一边，他究竟要如何面对？我如果认了退选好了，会不会未来就坐实了一件事？丢啦，你都是霸凌，你没有错，干嘛退选？这个在以前这句话蛮熟的因为没有错干嘛道歉没有错干嘛退选？我认为政治人物会不会考虑这个？会，所以他就会做了很多的决策，甚至有提到就是说，找了公关公司，找了大家去看了那个影片，本来之前的影片第一个版本更惨，他那个讲座叫做惨不忍睹然后呢，经过修饰完了之后，终于出现了一个影片是好歹觉得可以止血但是因为万美玲本身他对于这件事情，我老实讲我觉得万美玲她的角色，如果就一个妈妈的角色，我觉得身为家长大概可以理解。当然，她希望保护士广阳。可是也因为你从士广阳小时候到他到现在为止，你为了保护他，有没有可能这个保护的手段或者过程当中伤害到了其他人？那接下来就要请问一直在努力的将军，我一直都在。来，将军，请问一下。这整件事情，您在地方跑，你本来也熟悉国民党的生态，这对于第一个整个桃园的你们桃园区嘛的选情，还有就是对于国民党在内部
到底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媒体上又报道说，是不是主委地方党国民党的桃园地方党部的主委，是不是也有跟万委员他们要沟通？这些沟通显然是不是会有影响？要不然我跟你沟通什么，你就继续往下走就好啦。而这所有的一切，当任俊刚刚讲，这个礼拜的氛围已经到了在检视，包括万美委员家族，包括那个什么建设公司，包括他们家买的房子，连万委还要出来跟你讲，我买的就不是那个30年的老房子，或者什么类似这些的时候，他在政治效应上某种程度，如果你是一直在打着四广阳的事情，那你就打吧，大不了他选与不选，或者他就算选到底，大家都知道他可能还是会当选。可是当你打到万美委员，甚或打到他2028。立委的选情，甚或2030，他有没有可能影响到桃园市长，甚或家族的建设公司被拿出来在讨论的时候，这时候对万委员他们来讲，就不是单纯要看你四广阳的问题喽。我现在要保的到底是哪一块，都还不知道喽。我先讲哦，我们以前在部队有没有军阶？所以呢，小兵看到我们大老远，旅长好，旅长好，他怕的不是你，他怕的是你肩上那颗心。那如果有一天那颗心不在了，到路上还有人看到你，还跟你敬礼，旅长好，你成功了。大家知道我要讲什么吧？对，为什么万美玲她这么有把握？因为她是议员，她是立委，所以大老远这些可能跟她有合作的这些民众，大老远看到委员好，委员好久不见，越来越年轻了，会这样。那如果你不是委员呢？如果你不是委员了，四广阳还会当选吗？所以现在为什么刚刚任俊讲的，已经从单独打四广阳，开始转移焦点来打万美玲。那要打万美玲之前，先要找他的罩门。他的罩门其实不少他的罩门其实不少这全桃园都知道，罩门其实不少。真的吗？没有他，你看镜头上面万委员从昨天到今天那个镜头就告诉你，他绝对不会那个以私谋公，然后他不会去用职权去弄所有私利的东西，家族的事业他也没有参与这些。那你要打我什么罩门？那任何一个人面对镜头说，对，家族事业都是我干的，那个我都是利用我立委的职权去列地，我都是用我议员的职权去找出都市规划，然后去买地，然后我都是用我的职权去压迫这些家长会，有谁会这样讲嘛？当然否定，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对啊，除非你有实证，对不对？真的有这些事，是对，所以他就是毒你找不出来，可是现在一个个冒出来了，但是我说国民党现在我们这个选区的蓝营的参选人比以前都多。我这么多年，我在桃园30年了国民党通常桃园区都是精准提名，我现任7席就提7席，多1席都不行。为什么？他们7席是一定当选。就是说你不要多提，我就精准提7席，一定当选。那个因为内部有比较精准的配票系统。对，而且他们这么多年下来选过多少次了，大概就知道每个人可以得多少票，所以从来没有失误过。我们这个选区从来国民党就是7席，可这一次呢，加上蓝白合9席，这次有9席，所以这一些资深的这个桃园区的市议员没有遇过这种状况，所以他焦不焦虑？我已经当选了5届、6届，还有当选10届的，已经第10届的，当40年的，他会焦虑他说突然间多2个人，我的票会被分走。对，放不多了，分走200票就落选嘞，所以会焦虑。那可是反应无效啊。那因为市党部马上要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就是8月底我们要去登记，所有人要去登记。那我们登记就登记啊，可是四广阳如果去登记呢，要开除。因为要开除，因为我当过主委很清楚，国民党如果未经提名、征召或核准，这3个一定要有一项，对不对啊？那提名他不要了嘛？对啊。那既然他连提名都不要，怎么会征召他？那不会征召，那核准啊？对，就是我报准嘛。对，那核准，那其他6个人怎么想？其他6个人怎么想？6个人说你不是他已经不拿我们的提名书，你还要让他核准，对不对？那6个会抗议。那跟提名没有什么差别。对，那就跟提名一样了嘛。那这种状况，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硬去登记，登记就要开除。那这种状况，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硬去登记，登记就要开除。登记就要开除。那国民党的党部敢不敢做这个事？你敢不敢开除四广阳？我觉得
这1个月很重要，从7月到8月底很重要，要看这个风向怎么烧。将军，你觉得如果真的这样子，国民党桃园党部敢开除施广阳吗？以现在不敢，以现在不敢。可是如果按照现在这个火候继续烧到万美玲这个力量变弱了，就敢。所以当你看到桃园的党部，桃园的国民党党部，因为施广阳违纪参选，开除他了，就表示万美玲的力量变弱。那因为之前包含伟汉，我们好朋友伟汉都讲说，万美玲在桃园有12万票，所以他可以让7个、8个，甚至好几个。我跟你讲，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你知道？如果万美玲她选议员可以拿到12万票，那么我们桃园区的议员，国民党议员只有1个。不是，因为他自己选议员的时候是2万多票，对啊，最高的一次23000票嘛，最高是23000票，也就是说那是他的天花板，那是他的气势最旺的时候，所以他才能够代表来选立委嘛，23000票。那么他的儿子能不能拿到23000票？如果拿到23000票，那么其他的人就会受伤。受伤最严重就是常常坐在我旁边的林涛。他真的会受伤最严。我不是黑他，我可以不用讲。你在帮他吹票？我可以不用讲，对，我可以不用讲。那因为对手嘛。但是如果万美玲的儿子施广阳拿到23000票，林涛就完了。林涛就完了。那林涛会不会想尽办法要求生存了？一定会嘛。那求生存，他要去跟万美玲比组织，比得上吗？当然比不上啊，挖墙脚可以了，比组织比不上，那么怎么办？挖墙脚你也来不及了，就是毁掉万美玲的人设。那我不是说林涛不会这样做，林涛跟万美玲是好朋友，他从来不会这样做。对，他人也是善良，然后也蛮可爱的，他不会干这种事。你不要再往下形容了。你可以说他打民众党就好。对，他就是转移教，可是不行啊。那一区有一个民众党叫徐千晴啊，他们还是要和嘛。所以我说这个国民党面临了几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如果国民党没有表态把他开除，那你就是挺霸凌。OK， 你就挺霸凌。这怎么选啊？桃园区是桃园市最多人的一区，也是人最年轻的一区。小孩国中国小不断的在招生，家长很多。如果听到你这个政党挺霸凌，不用选了，大家都受伤，所以一定会表态。第二个就是会不会影响到高雄的柯志恩？这是中央的考量。如果这个杀下去，柯志恩会受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今天国民党让施广阳报备参选，他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张善政要不要去？张善政要不要去？要不要举起他的手动算？那这是反向的事，不适合吧？对他，因为这不是正向的。对，不是正向。张善政比较适合回答正向的。张善政喜欢真善美，他不喜欢那种所谓负向的表态。那可是如果国民党没有处分他，他用国民党的党籍，即使是报备，他竞选总部成立，张善政一定要去。所以会陷入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哈。然后最后一点，我讲到万美玲是现任立委，所以他的力量还在。那么如果当他的地方的庄脚，当他的这些家长会的会长，当这些地方的学校的校长闻到了一个味道，你2028可能选不下去了，2028可能有人会取代你。哇，我告诉大家，政治就是这样子，那个骨牌效应倒是一个晚上的事。当大家发现他选不上了，然后他的影响力会一夕之间都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我告诉大家，市场的摊贩、学校的家长会、老师、校长，还有曾经被他照顾过的人，在这一夕间之间，你会发现怎么这么多？人家叫做什么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嘛，那就是这个道理啊。OK， 大家发现你弱了，他会纷纷起来响应。现在有这个味道了，因为现在非蓝的议员都收到了很多的投诉，对，都收到非常多的投诉。投诉谁？投诉万美玲曾经掩护过谁，去让一个老师被迫离开。这个是不是只有我们那个选区的这个候选人李博社有拿到？对，很多非蓝的都拿到了，都拿到了。这不是第一件，他也讲这不是唯一，后面还有很多，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危机在这里啊。来，这位老师，对，公民老师，对，不是我们要就是上礼拜刚刚仁俊哥讲，上礼拜是施广阳，这礼拜的主角变成万美玲。这就合乎铁拳教育第一集里面提到的。如果你没有看过呼吁观众朋友，你哪不订 Netflix， 你不看铁拳教育不要紧，那有10集，你要花10个小时。你看万美玲就好，你看施广阳就好，一次就所有铁拳教育那10集的精华版全部都在里面，
包括迁赌啦，包括霸凌啦，包括威胁啦，包括权贵，全部都有。我先帮大家上一个前菜。这个是也是我讲树倒猢狲散，过去忍的太多，因为可是他的势力非常大。其实我之前在桃园就听过，我有个朋友你很尬车啊，之前就有人问我说：“你有没有认识那个万美玲委员？教育委员会？”我讲我没有要干嘛？我听说他很厉害、就是好像他们有些老师之间有什么事情啊，都想要拜托万美玲委员。但是我说我不认识，所以我没办法帮忙。就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说桃园有个万美玲是真的是很燥的，大概拢只要扯都可以搞定事情。这个就是之前。我先讲前情，因为好几个，因为他这个陈情书跟很多人，刚刚将军讲，他跟很多人爆料，非蓝的，对，所以我把所有的这些情报全部收集起来。这个故事这样，简单讲就是说，在桃园有一个国中，那里面有个小孩子呢，就是一个男生，就是很喜欢霸凌其他同学，平常都喜欢骂其他同学，就是臭，反正就是那种很难听的脏话，就是那种嘴。那除了这个嘴巴。有一次一件事情，就是说学生上完体育课以后，班上有个体育股长是女生，他们上羽毛球，他就把羽毛球，因为地上不是有羽毛球吗？他把它捡到羽毛球桶里面。结果这个杂包就是这个喜欢霸凌别人那个男生，他就过去把那一桶就踢掉，那不就是然后就说捡啊，就重捡啊，就是说对这个女生说你就是重捡，就是要霸凌她、欺负她。那这件事情后来导师知道了，那我问你，导师应该怎么处理？导师这个时候很有正义感，他认为说这个孩子这样是不对的，你平常讲话嘴巴。骂学同学就算，你连这个都踢这个羽毛球的事情，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学生叫过来训了一顿，然后就说这件事情不对。好了，那事情就到此为止，对不对？大鸡多雕啊，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刚好据说的是万美玲的条咖，就认识万美玲，而且是他基层的，就是算很有实力的，去跟万美玲讲。万美玲那时候已经立委了，那万美玲听到以后，听到他的条咖的孩子在学校被老师教训，怎么办？先打电话到校长室去。据说的爆料是，后来的情节是，人家问他说，还走到校长室去质问那个老师跟校长，直接在我们这种基层教育单位，一个议员进来问的给他干事啊，个起来连位呢，而且还是那种教育文化会的委员会的立委，多学来就很可怕了。对，何况是大立委就直接走进校长室呢，然后经过这一波事情以后呢，那老师就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然后老师就只好被迫要离开。那你知道这还有中间还有一段哦。全班，因为这老师很好，对，全班的学生联署要老师留下来，好，全班哦，对，我要讲，就是说后来老师就被迫离开，因为老师就是管教那个孩子，那孩子的家长后台很硬嘛，就是万美玲，所以后来就要离开。那离开的时候呢，就出现2封陈情书，这个是第一个。你看，受文者是万美玲立委，是美国天才的，这些人真天真到不像话。这是家长的联署书，就是说这个导师很棒，我们不希望他离开，孩子的很重要。然后后面就是联署的签名非常多，全部的家长的联署签名非常多。这一封，那当然是不见成效。另外，当他们班的孩子也写了一封联署，是另外一个这是同学的，委员您好，那怎么，然后这是班上同学的学生签名，这么多。基本上就除了那个霸凌，就是那个被指控霸凌的孩子没有签，大概全部都签了。做了那么多动作，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师不受欢迎，他是非常大家都很喜欢，而且他保护学生。可是因为今天就是因为他教训了那个孩子，所以被迫离开。做了那么多动作，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师不受欢迎，他是非常大家都很喜欢，而且他保护学生。可是因为今天就是因为他教训了那个孩子，所以被迫离开。好了，那我问你，这些天真的孩子、天真的家长写的这些东西以后有没有效？当然是没效，老师就走了。那后来这件事情，然后据说爆料说，经过这一波事情以后，那个孩子更变本加厉。跟他的家长，哇！我现在都可以把导师弄走了。我孩子在班上就已经天下无敌，家长也天下无敌。听说后来还陆续欺负了很多孩子。我们这种东西都有凭有据，不能乱讲。好，那这件事情到现在的发展是啊，这个导师最近有跟那个琼慧就黄琼慧讲，黄琼慧说这老师后来就是看了身心科，到现在还有忧郁症。然后每次只要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难过？他不是不爱这些孩子。他就是因为爱这些孩子，他要保护这些孩子。那对于那个会欺负同学，他当然就是有所谓的适当的管教。可是因为这样，他为了保护全班的孩子，结果他最后被迫离开。他要保护被霸凌者，最后他被霸凌。没错，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就眼看着这些孩子就这样就从此跟他就离开，而且在教育生涯上，他等于是被贴上一个标签，对不对？被换导师。其实我们在教育界被换导师，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不会随便换。所以你管他，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寒蝉效应，他等于就是立了一个威。
所以难怪我之前我就听我那些桃园的朋友讲说，万美玲就厉害，但我是不知道他有霸凌这件事情，但我就知道他非常有力。那请问一下，这件事情，因为媒体上传出来，然后张俊的意思是说，很多非蓝的委员有接到这样，都有收到。那这个像，因为这今天已经是新闻出来嘛，大家有看到，万委员有针对这件事情做回应吗？当然没有，没有。原志有问一下万美玲委员，就是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回应吗？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有讲到，他说他没有他的赖，有赖没有，现在传给他都没有不熟的意思，不是我们俩不都教育委员会的吗？对，我就想说，叶元之先生，你嘛是教育委员会，你号称教育立委，在教育委员会待了2年呢。没有这个，我先请问你在板桥会这样子就走进校长室回应一下，因为这个非常多事情真真假假，我们也不知道真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每天好像都有一些新的事情。那有的事情我们是先知道是可以去求证，像刚刚黄一中讲这个，我也是现在听嘛，我们不知道真的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吧。那像我今天就有去。就有一个事情，我也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些爆料真真假假。譬如说呢，现在网络上就有人爆料了，好，就是说，哎呀，这个万美玲实在是法力无边呐！你看，你这个里的那个变电箱上面都有他的这个照片呐，哇，这个神话有如蒋公看到鱼儿往上游啊。哇，这如果说你乍看之下，万美玲真是太夸张了，你居然可以在桃园的变电箱上面有你的照片，这么扯。但是呢，其实，对不起啊，其实呢，那是里长的照片，好不好？那个里长长得也很像万美玲，然后就对，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么多的事情真真假假，3分真7分假。不，我不是说你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去求证，我真的假的，当然万委员自己出来说明。对，但是很多事情也许有这个信，也许怎么，但是他也许老师也离开，但到底是万美玲去施的压，还我不知道，也许真也许假，这个万美玲是。可是现在因为太多，现在大家都针对万美玲，所以。因为他从政也很久了，所以一定有很多事情，什么大家就利用这个机会就这样丢出来。可是到底是真的假，你不知道嘛？那我容我补充一下，第一个，袁志刚那张照片，我有在下面留言，因为我觉得很夸张。但如果他骗我的话，我觉得这不应该。就如果那个真的不是万美玲，因为我看到就被误导啦，对，所以没有求证就被误导，所以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就是说你不要在那边这时候在那边乱，就用误导的事情，你会害到大家。这第一点。但我相信这个陈情书绝对不会是误导，我自己认为。那还有这个孩子的陈情书，因为下面都有签名嘛，人家都涂掉，这不可能作假。那我认为就是那万美玲你就出来直球对决。那如果大家当时就大家现在指控你过去那些利用权贵然后去施压这些让逼着老师离开，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情不是这样子，那个孩子也不是霸凌，然后反而是老师有过分的话，你开起了记者会嘛，你都可以上专访，对不对？我就一次让你们大家问到饱，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一次解开来，那你不用那边整天闪。我跟你讲，这年头你以为你闪就闪得掉吗？大家只会追得更多，所以我觉得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争议，包括你孩子不是光应该我这边吗？你把他兵役证明拿出来就好了嘛，复检证明我们又不是没复检过，他到底是因为 BNI 怎么样，上面都有。可是他拿出来就尴尬，因为上面会有复检的医师，还有复检的医院，bingo，我们就是要查这个，所以他不敢拿出来，不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他们要闪躲？就显然背后有很多的黑幕。那我最后讲一句话，引用铁拳教育的第一句话，第1集，为什么不要追万美玲？因为原本追施广阳，现在追万美玲，因为施广阳不退选嘛。那里面讲了一句话，因为那个里面那个国会议员的儿子就是在学校也是霸凌很多同学嘛，最后是怎么样？你知道？因为他权力大到还要把那个老师搞掉，最后是大家。因为那个议员自己也是很多问题嘛，最后大家新闻都弄出来，有议员倒，所以那个议员后来跟那个教育部长说：“你为什么这样搞我？你为什么弄我？”那个教育部长讲了一句话：“因为你垮了，你的儿子才会跟着垮。”同理可证。没有，我补充一点哈，其实很简单，这位被欺负的老师在不在？在呀。如果是假的，人在嘛？问清楚。那如果是真的？你之前不是说儿子去道歉吗？那你要不要登门道歉？你要不要带来这个家长会压迫这个老师的那个家长登门道歉？这你可以做到啊！你一只手指你儿子去做很简单。现在你是自己的事上身了 ，OK？ 你要不要解决？这整件事情，当然我们在等万美玲委员的一些相关一些回应，因为到底是真是假这些，那因为它牵扯到就是大家最在乎的就是。有没有人用权势？有没有用霸凌或什么？但也不能因此冤枉人。到底，所以我刚为什么要请教一下元之，然后问问看说万委员针对这一切的回应。我想万委员大概这几天一定会针对这个会做回应啦，因为不可能大家
在媒体上，然后讨论成这个样子，万委员当作没有事，尤其如果是被委屈的话，被冤枉，他是不是会出来讲？所以大家就在等着看万委员针对这件事有什么回应。但吴真就讲，现在不是单纯这件事情要不要回应了，现在是已经到。包括万委员到底买的房子，然后地段怎么样？他们家族她老公的建设公司，然后那些地段，现在已经开始往那一直走，一路往下去的时候，政治人物千万不能把公司之间所有的利益搞混，所以万委员才会出来在镜头说他绝对不会用职权啊，然后去谋论一些私利。可是现在当这些一路在讨论，一路在往下的时候，对万委员来说，他就疲于奔命了，他就天天要解释这些东西吗？所以我觉得元之刚有一点在转移焦点的，因为你说网络上些很多的指控，真假可能都不是真的，可是很多。那你除了刚刚讲这一个变电箱之外，那还有其他哪些指控是假的？能不能拿出来？比如举个例子啊，他不是被指控说什么他的猎地高手嘛？什么他的地呀，本来是公保地呀，后来解编成功，那其实他的地也没有解编啊，现在还是公保地啊，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讯息。他说他买那个房子不是公保地。对，就是他说他买的房子30年的，原先买的他的房子是老房子，三户啊，就是那个是30年前，而且是自住，有一户说是好像是给妹妹还是什么，对，但他强调并不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或这几年里面才买的。OK， 这个蛮多的，还有说什么还包含所谓海川建设的这个建地，海川运2、海川运5是农建地，还有包含四广洋争议，所以我觉得重点回到是说，就是万美林跟四广洋他们现在很多。大家纷纷出来讲，我觉得那个状况有点像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有点年代的，但就是中国一个电影叫《让子弹飞》。让子弹飞里面有一个地方的恶霸，叫黄四郎，黄老爷，那就是鱼肉乡民，哇，很饿，哇，他的黄四郎手下就看到人就打这样，而人家被打得不敢出声这样。那我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最后是这个县长要鼓动乡民起来说，我们在推翻这个恶霸。黄四郎手下就看到人就打这样，而人家被打得不敢出声这样。那我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最后是这个县长要鼓动乡民起来说，我们在推翻这个恶霸。那前面一直鼓动说枪在手跟我走，枪在手跟我走，乡民都不敢。但到最后是什么改变了整个局势呢？就乡民发现说，原来这个恶霸哇，他好像不是坚不可破的啊，好像他现在也被打倒了，好像他的铜墙铁壁现在有弹孔出现了。突然，所有乡民就一涌而上，哇！那个时候，那个心里所有的不满、所有的愤怒全部爆发出来，哇！冲到那个黄四郎家里，家具拆啊，怎样。所以我觉得现在万美林跟四广洋有点给人这种感觉，就所有过去的这些冤亲债主，包含四广洋以前同学、四广洋的学校老师啊，四广洋这个被他霸凌过校车上的其他人等，到跟万美林以前啊什么里长被万美林训话啦，啊什么万美林跟答应人家不让四广洋不出来选，然后违约啦，通全部都跑出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发现说，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出这口气，是现在大家众志成城，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好，那我现在一定要出来讲。可是为什么事情会走到这一天？主要是因为四广洋跟万美林给人这种霸凌者的形象已成。但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我要强调，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是四广洋自己咎由自取导致的。就是台湾社会，事实上，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讲人情的社会啊。你基本上不要是这种杀人放火、十恶不赦，基本上你犯了什么错，你先出来好好有诚意的道歉啊，跟大家好好说明，然后说你要怎么来赔偿，你要来怎么处置。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气也先叫一半。可是四广洋在这个事情，整个事情他的处理是怎样？他第一开始他终于出面回应的时候呢，他是花了他一开始在脸书上那个发文，总共17点声明，前面5点。他说：“对我有啊，我有把白胶到同学头上啊，我有这个什么校车上面笑别人很丑啊，我有这个什么把雅斯伯格症同学推倒，这5个我有。然后后面12个他连讲，他就比起道歉，他花更大篇幅的讲，我没有啊，我没有，你们说什么？我叫警卫罚写没有啊？我叫这个什么全校陪我陪告没有，你们都乱讲。然后最后他的道歉文的结论是：谁再乱讲，我就告你。”对不对？那所以他这样的一个道歉文，你说大家感受到是你要面对你过去的过错吗？你要忏悔吗？你要道歉吗？没有啊，大家感觉到是你在算呢、啊，你在算，说我今天发个文我就止血了，甚至我恫吓谁在讲，你们在讲我就提告，希望把这个声浪止住。所以大家觉得说在这里面我看到不是你的反省，是你的政治算计。
那后来他说，哦，这个我放弃国民党提名。可是大家也都讲了，重点是讲说，那我继续请走基层啊，整个大家都傻眼了。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你今天跟国民党画一条线，这样你妈就没事了，不用被人问了；国民党就没事了，不用被人问了；张善政就没事了，然后你自己继续靠着万美玲的地方基层组织继续来选议员，继续选上，是这个样子吗？所以这里面让大家感到太多的算计。那包含万美玲也是，因为万美玲被问到士管长争议，坦白说，士管长今天为什么可以出来选？不就是他因为他是万美玲的小孩嘛，这不是我们去特别贴人标签怎样，是因为士广阳整个从政的经历，他自己给自己讲的也是哦，因为我在万美玲团队服务过，哦，我有做过选民服务，我有开过地方协调会，所以我有经验可以来服务，这是士广阳自己给自己的宣传嘛。那今天既然是万美玲，你给了你的政治资源跟庇应给士广阳，让他可以出来选举，那怎么会到他今天被人质疑过去有不当的行为的时候，你就一刀切？就说没有个人行为，我们都尊重他，他是一个独立个体，我也是一个独立个体。那你也让人感觉你在算了，你是不是在觉得说，我现在冷处理一下，我不回应，然后之后呢，我在私底下叫我调侃全部出来，给士广阳站台，给他挺，这样之后又这个轻舟已过万重山了。所以当士广阳跟万美玲都让人感觉到这种机关算尽的时候，其实大家愤怒就来了，就觉得你扣谁嘛。其实台湾人我们就讲说你扣谁嘛，因为你仗势欺人。那当大家觉得你仗势欺人的时候，那其实愤怒就会延烧，大家就会愤怒指向你背后这个势。好，那万美玲为什么这么有势呢？因为这几年这几天大家也在讨论说，因为万美玲她的先生在地方上有开这个建设公司，这个本金雄厚、资本雄厚等等，所以包含也在讨论说你海川建设是不是都怎么可以精准找到农建地，包含这个部分，但不止啊，因为现在万美玲跟这网没有面对嘛，所以怒火不断延烧，不只是海川建设，甚至包含现在桃园这个仲平黄昏市场，其实现在大家也质疑了，说你这个是不是你万美玲家族一贯的手法？你之前在海川这个海运好的一些海运2等等，用农建地特殊地目来去致富，那现在你是不是也想要图这个市场解编之后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利益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是仲平黄昏市场，因为之前桃园另外一个市场南门市场大火，所以最近市府对于安全的这些相关设备的要求提高了，所以厂商呢就会发现摊商就会觉得他们无力负担进一步提升这个市场的公共安全的设备，所以就考虑现在这个市场可能要熄灯。那万美玲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在上个月6月15号1个月之前，他就马上带着士广阳到这个地方来开协调会，来说我听这个摊方的声音，我来倾听大心声。可是现在就被人质疑了，因为你万美玲带着士广阳来，不是说那我引进资源，我来帮你们争取补助，我来把这个仲平黄昏市场的安全设备都更新，而是万美玲说，那我帮你们在附近再找一块地，我帮你们附近再找一块私有地迁移过去啊，你们这个地方就打烊，那呢，你们这个摊商呢就可以移动到别的地方。所以大家现在包含我们桃园的议员李光达就质疑了，说那为什么你万美玲这样做呢？是不是因为这一块市场如果原地改建之后，哇，它有很庞大的利益？因为包含说附近有2公顷的公园，包含说有新的国民运动中心啊，包含说有这个甚至未来可能会连接国道的匝道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像我们的王一川委员其实也找到说，在这个仲平黄昏市场附近有一个中平段，一大片就在市场旁边的土地，200人左右持分，里面很多个姓万的，那姓万的是不是跟万美玲就有所连结？目前还不能确定。可是我们确实，因为现在整个万美玲家族，他手法大家不断爬，也发现说过去真的所谓海川建设里面有个董事万佩瑜，就是万美玲的外甥女。那另外一个万余玲也很有可能是万美玲的，确定是她妹妹，那就是她亲戚。对，所以确实是很多等于万家族的人在所谓你的家族企业里面，甚至你的竞选团里面服务。而现在这么巧，你协调的市场这一个可能接下来要改建案附近的土地，也有很多姓万的人已经持有好，已经卡位好了，所以大家就质疑说，那这是不是你同样的手法不断的在运作呢？所以讲回来，就是这个政治这把火，大家的怒火恐怕不会因为士广阳说我不提名，或万美玲说那他个人事情就停止，反而只会继续延烧，继续爬。到底你们后面还有哪些利益结构？那原则上这样好，你说那个民意代表，譬如刚才讲那个黄昏市场这些。
那在拿捏上面该怎么样去拿捏？有自己的私利在里头，还是单纯为了公益啦？所有的公共利益这些，那政治尤其选举一定是对候选人的一些检验。那不管检验的再严格，它就是检验。只是这个检验一直到现在，刚才检验不只是司广阳，现在看起来对万名委员，然后包括整个家族，甚或刚才任俊一开始连国民党。针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张军刚直接定调是说，如果要是让司广阳继续用报准参选或什么，等于是国民党就等于是纵容有霸凌的问题或什么。国民党在这方面需要做任何一些的表态吗？我先讲万美玲啊，因为现在好像大家攻击他的人啊，想给他贴2个人设嘛。第一个人设就是司广阳今天会有今天都是万美玲宠出来嘛，就是他们要贴的第一个人设。第二个人设是说啊，万美玲运用他的职权在桃园嘛，就是就在那边弄地啊什么之类的嘛，这2个人设。但其实比如说像第一个人设，万美玲他之前在第一波的回应的时候，他就有出来讲嘛，他说其实很多事情他并没有做啊。比如说像第一个人设，万美玲他之前在第一波的回应的时候，他就有出来讲嘛，他说其实很多事情他并没有做啊。譬如说那个时候有人讲说什么他很宠他儿子，他儿子在学校篮球队被打，然后呢马上万美玲就运用职权把篮球队给解散了。然后问题是后来发现说篮球队解散是跟司广阳被打是隔了3年，怎么可能被打然后3年后被解散？这个跟那个事情有关吗？对不对？这个因果关系就随便乱连结嘛。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万美玲说她是虎妈，好像虎妈嘛，她就是说什么司广阳他去什么球板什么签赌，也是他自己把他送去这个他讲的嘛，对不对？所以对，所以对老师来讲，他真的是虎妈，每个老师都怕他，对，校长也怕。好，这个就是全桃园他都是虎妈，所以很多讯息就是真假，我还是讲就是真假了哈，真假。那至少在第一波有关于司广阳的，就蛮多是假的讯息。司广阳自己有些也有出来澄清。那刚刚吴峥讲说，你出来澄清，为什么你要说什么假讯息我就要告？不是啊，那本来也大家也不能，但他有做的事他就要认道歉，这是一回事，但是你也不能说哇，那有事没事练拳头吧，就乱讲一通。我觉得这个台湾也是法治社会，你也不能造谣吧，这个是2回事。你不能说因为他叫大家不要乱骂他，所以代表他的道歉就没有诚意。他难道概括承受所有的谣言吗？我觉得这个标准也是蛮奇怪。好，这是第一个人设啊。第二个人设是说什么万美玲这个就是要都在为家族谋利啊什么的，就把你说那个什么市场改建案，人家搞不好真的就觉得这个是好的方案嘛？你可以质疑他的方案，就是说那个方案，你的方案为什么这么不合理？明明就可以这样，为什么那样？我觉得当然你可以讲出一个道理出来，但你直接诛心论说，你这样子做就一定是你要为你的家族谋利，这也是有眼连看呐。所以我觉得有1分证据讲1分话啦，也不用把它打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对政治的，那第一个我觉得他是这个我认为啦，对桃园影响比较大。你说坦白说啦，桃园以外的人真的这么？有人把司广阳形容成当时在2022那一仗，在林智坚在选战过，林智坚那一仗最有名的就是大家讲说一尸5命嘛，就是所有这些司广阳这就表示他会外溢哦，不单在桃园，可能外溢到其他地方，那整个氛围，你觉得会这样吗？我觉得司广阳对于国民党的这个重要性，应该跟林智坚跟当时的重要性应该差蛮多的啦。因为司广阳这个，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属于他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事情，谁知道？我觉得真的那么多人关心司广阳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啦。当时林智坚是因为他有牵涉到学伦嘛，然后民进党整个挺他说他没有抄论文嘛，但后来又衍生到跟台大对干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很多的议题，而且林智坚他是一个首长嘛，我觉得还是有所差别。当然可能就是司广阳他现在大家延伸到他的一些比如霸凌的标准什么，就是这个价值什么之类，会不会国民党你是不是挺霸凌什么，可能会有点影响。但是你说要把它直接连接到林智坚，我觉得那个比重还是有点不一样。我这样回应前来，明凤，这整件事情刚刚讲到，它会一路外溢，然后烧嘛。对于内部来讲的话，除了司广阳、万美玲委员，然后这些，对万美玲委员未来，你如果以政治上来讲的话，一个委员跟一个议员
这选择上应该蛮容易选择的吧？当然，你说对一个母亲对儿子未来的提携发展，这大概会很难抉择。但这个火如果真的一路这样烧下去，搞不好真的烧到全部都烧了，那不如现在弄个防火墙，或是先止损吧？需要这样考虑吗？当然了，因为今天已经贴出来四广阳跟蒋万安的合照啦。哦，就说蒋万安也是支持四广阳的。那如果这到台北来了，对，就已经到台北啦。然后张善政今天这种回避方式，如果张善政如果报准了，张善政要不要跟他同台？他们还有跟张善政共挂海报。对，不过刚好台风就收起来了。对啊。不过你觉得张善政会去吗？如果要报准？对，所以说张善政会不会去？如果他要靠万美玲的票的话，那他当然会去啊。但是问题是去的对他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去，以前会，现在不会。现在不会去，好，那你就是算那你就已经那就是算是切割四广阳嘛。那你国民党中央容忍霸凌的事情会不会被讨论？要开始大做文章啊！那你今天连联合报连发2篇文章批万美玲跟四广阳处理的方式嘛，那这个就是很明显说蓝军的基层已经都是很反了。那我觉得说，那你这样选下去，我请问你选得上选不上？我们要重新评估你四广阳的选情，你选得上还选不上？我觉得现在万明他们家族就说：“哎，我们家这个基础啊这么雄厚，我们就死挺、活挺、硬挺过去，然后就选上了。”但是现在情况可能不是很一样了。现在连蓝色的媒体都跟你讲说：“哎，你这样子可能会影响到国民党的大局。”然后呢，他甚至告诉你，你的情况比赖瑞荣的情况严重很多。像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听？因为一个本来支持你的报社，然后都已经讲出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今天万美玲这件事情，我们就已经讲过嘛，对不对？你这个道歉当下可能还没有烧这么多，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小孩可能他也不是一般的正二代而已，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坏的小孩。因为他会霸凌别人。你为什么说很坏？他妈妈还讲说，他也许不是品学兼优，当然也不为非作歹，他也没有。我讲个多坏的就好，不是他会把那个喷倒到同学的抽屉里面。不是营养午餐不是有那个喷桶吗？承认这件事吗？不是，他也是没有爆料的啊。没有，他已经承认他自己霸凌过同学嘛。他逃兵嘛，逃兵是他妈讲的嘛。没有，他是体重过重没办法当兵，那跟逃兵是两回事。很想当兵，你现在还在疫情中，你可不可以去更改体位去当兵？其实如果你想当然可以去。对啊，他妈妈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说他逃兵。没有啊，他妈妈就说：“哎，我儿子好羡慕那些可以当兵的人啊。”所以张善政，你要圆市民的梦对，让一个想当兵的爱国的小孩去当兵，去更改体位嘛，对不对？因为他现在体位已经合格了，对啊，已经合格了，所以说他们可以自拍裸上身照，不直接讲他逃兵，但是他有逃兵的嫌疑，对，然后他有霸凌，然后他有迁赌，少年迁赌，这些东西。一般正二代，譬如说像连胜文或是这个谁啊，蒋万安正二代就乖乖的。你说连胜文选举选不上，可是私底下大家认识他都觉得很有礼貌。可是这个人是一个坏小孩啊，对，他会霸凌同学嘛，他不会欺负老师啊，对不对？他会签丢包嘛。这个就不是普通的正二代，那你这样的人还要送他进议会？桃园人会觉得是，而且你如果不止血的话，我觉得陆陆续续网络上这些人都，而且这个有趣的是，这不是我们电视台谁出来爆料或者来宾什么爆料，都是网络上自己爆出来的。显然这个人就是人缘很差嘛，常常做同学的时候就对同学不好，所以同学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像吴真讲啊，这时候我打你了啊，我可以打你，有个人出手了，我就陆续打你。那我请问你一件事情澄清得了吗？你一定澄清不了了，这个事情一定会变成风暴，然后你风暴已经吹到万美玲身上了。那万美玲那些人如果用实证的话，那你立委就不是垮台了吗？所以你今天最好的方式，你就不要去报准，然后你国民党赶快提名另外那个人叫什么？还要把那个都补齐。对，
对，这才表示国民党的态度。就是这个，你当时在那个副议长的女儿，对，大罢免的时候承诺你的儿子不会选议员，可是你现在反悔了，然后导致这个叫李凯伦的人不能选，还是要报准。那你国民党就把你还是选嘛，因为你有参选的权利。可是呢，你国民党就不能够继续报准他，你要提名那个人把这个洞补起来才可以嘛，你才可以洗清国民党。否则张善政，你这个会遇到说张善政，你到底要不要去帮他那个？因为你报准了，你还是算是国民党的人啊。那你到时候会不会就要帮他站台？好，你说不站台，那就是连张善也唾弃你啦。那你选得上选不上？所以我觉得万美玲，你好好想想看，事情演变到这里，不是只有你家族受影响，是你基本四广阳的选情到底选得上选不上？如果你选不上的话，你就要认赔杀出啊！认赔的话弃车保帅了，那你今年不选，好好整理一下，明年下次再来不行吗？四广阳不是30岁不到，28岁，对啊，所以可以先去当兵，还是可以去当兵嘛。那你现在很多艺人都逃兵啊，对不对？那都逃兵逃到那个什么。逃到都被去关了，人家知名度，人家有做坏事吗？他是逃兵的，那你这样是有逃兵的嫌疑，那你就去把体位补正。那你现在，其实你现在当兵也是可能当4个月还是几个月而已嘛。4个月，他那时候是4个月。对嘛？那你在怕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先是部队比较怕他，他如果进去的话，那个部队的长官会那好啊，那就新闻就闹更大啊，就好好的抄他嘛。他就补足这个缺口了。对，让他变成好孩子嘛，这样以后就出来选。我补充敏凤一点哈，这点我要帮国民党党部讲话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他不接受提名嘛，他放弃提名，国民党没有再补一个人上来，因为这一区没有经过初选，对，没有经过初选。如果这一区有经过初选，那他是这个最高的，那有次高的，可以替补，他不要了替补。这一区没有初选，那你是征召嘛？就像那个民进党那个朱正奇，对，所以你就征召。我说有解放有2个方法，因为还有时间嘛。OK， 到8月底才登记嘛，你办初选，你现在可以办初选，第二个就是明凤讲征召，所以我说其实国民党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因为这一区没有初选，当时经过协调，除了6个现任的议员之外，只有4广阳要，所以就无条件把他这个提名。那但是因为现在出了这个状况，我觉得2个方式，一个还有时间做一个简单的民调，要不然就征召，第二个就征召。来，我这样简单补充。对，因为就刚原讲说四广阳他可以来告，那对他可以告，可是我们讲的是说，那他这个动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嘛？因为其实我觉得至少有一个事实，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四广阳以前就是一个土霸王嘛，就是一个小霸王嘛。对不对？他光自己，我们确定是事实的，把白交到同学头上，把雅斯伯正同学桌上推下去，然后因为外送送得慢，就在万美玲的服务处传讯息给 Uber Eats 说你是出车祸，这样还不够阿爸然后还包含刚刚讲到敏凤姐讲到涉入迁赌，这已经不是态度问题，这就是违法，这就是犯法。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四广阳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因为你说哇，政治人物，他就是说大家对你有指控的时候，谁说政治人物被骂就一定要告？我跟于将军，我们常被骂，3不50，一大堆网军来骂我。但有时候我们看看人家对我们评价，有时候不实我可以澄清，但你告是另外一个意思嘛？你告就是要把对立升高，你就是要释出一个很强烈的讯号。所以四广阳他在道歉的第一时间就释出一个这么强烈的讯号，用意是什么？就是要后面人你们都不准再出来讲啊，想要让大家觉得说我这个上官司法院好麻烦，我没有司法资源，那不要再讲好了。他就是我刚才讲，他就是在做一个政治的计算嘛。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这个国民党也不用一直边说很多事情这些都真真假假，真真假假。因为或许有些事情当年发生，你说年纪还小的时候，现在当年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可是那我就问，那万美玲跟四广阳有没有真真假假？因为或许有些事情当年发生，你说年纪还小的时候，现在当年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可是那我就问，那万美玲跟四广阳有没有真真假假？有啊，光万美玲讲四广阳的体重就真真假假啦。他一下自己说是当年120公斤哇，然后后来又说没有120公斤假讯息，这2句话都是100%出自万美玲口中嘛？那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假的？
那所以你说万美玲跟士广在这里面有没有闪躲？有没有试图要这边东挪西挪？我看起来也是有啊。所以，但我讲最后一个就是说，问题是说大家现在追会从没办法确定真假的事情，一路追到一定可以确定真假的事情。例如说，我刚刚讲的嘛，你的万美玲家族的海川建设，你的海运2，为什么你在农地中间到后来会开出一条这个交通连外道路？啊，你这个50几户的社区，你的污水道是谁处理的？就是这种农地中间只有他一个建案，那这条路是谁帮他开？是市政府帮他开吗？那市政府为什么要帮你这个新的建案来去开一条路呢？那又或者是你这个社区的污水下水道是你自己出钱来处理的，还是政府出钱帮你处理的？这些事情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厘清，可是大家会持续追，那最终真相会浮上水面。OK， 来任俊，今天有一则新闻出来，其实石板民夫遇袭的这件事情，反正现在检方也在侦办嘛。然后那个基本上加害人基本上也已经收押，但今天有一则讯息出来是那天的活动，本来副总统萧美琴也要到场，后来是因故取消，所以当这个讯息出来以后，又为这整个石板遇袭的事情添上了另外一个大家觉得那如果副总统本来要去，他们对方是不是也知道这件事？到底冲谁来？我觉得这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哦。第一个就是说，我想在座所有人吴峥我不知道，因为他毕竟是民进党党职嘛就我相信所有人应该不会知道那一天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活动，甚至会知道说萧美琴有可能会去，所以如果这件事情为真，就对方确实掌握，因为现在看起来的媒体的披露讯息是说，他本来不是只有一个人。很多人以为说他有2个人啊，有一个提前一个跑掉了，对，没有，现在说大概最少有5个到6个人，其实是一个小组。OK， 而且呢，这中间的过程当中，看起来之所以会有不断的换饭店，或者是呢，他原来已经预期的是当天其实还要再多住1晚，为什么临时要离开？是不是有人给了他讯息？所以这里面就朝向了另外一件事情，叫做组织。我不能讲组织犯罪，但看起来是一个有组织跟有计划的行动但是这整件事情有一些很诡异的地方，我必须讲，说就一个媒体的观察者来讲，是有一些诡异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他今天前面的东西都这么缜密，结果到后来临时说要赶快搭飞机或是什么，是因为变卦。而如果他原先锁定的目标是萧美琴，最后觉得说好，萧美琴没有来，而我找石板民夫来动个手也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是比较难理解的，因为毕竟我说实话因为我们自己是因为真的就是跟这些人都认识如果他是一个政治狂热者，而且他真的就是很认识这个也很在乎这些所有的东西，我真的没有认为他会把石板民夫跟林廷辉2个人搞错。当然。因为他那一天真的就是还先问了你石板，先表示他真的是跟他不熟。我这样讲应该合理啦就是因为当然廷辉老师就会开玩笑说是不是因为认错我们2个或者，但我讲他我真实关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外界认为说他应该是受到指示，因为他特别去确认了一下你是石板先生 ，OK， 然后我就动手，然后就跑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这当然另外呈现了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不认为会是空穴来风啦，因为您也提到，就是说有这个当时的第一个涉案人其实已经被收押嘛而且相关的，我相信他的通联记录，包含到他所这一段时间所待过，我都讲他如果是7月2号入境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检警都会在掌握当中嘛可是如果他今天要针对的是萧美琴。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所知道正副总统的行程基本上，除非是特别有临时变卦，我曾经有遇过一次本来以为要到，结果当天安检们都出现了，都已经排好了，警方都到场了，但临时硬生生卡掉就是只有这一种，否则在那个更早之前都已经到。好，第一个是你的资讯有没有被外界掌握？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啦就是说我副总统的行程被人家知道说如果今天这个报道为真的话那我已经知道萧美琴可能有，而且还知道他变卦。我刚为什么讲我们在座应该不太会有人知道的原因是这样嘛基本上你可能是这个管道的部分，它是个问题。第二个，现在牵扯出来的另外一个组织的部分，会变成是香港的黑帮
我对香港的黑帮来自于他们在回归之前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法内情、法中情、法外情，或者是什么我在黑社会的日子，要不然就是监狱风云这一种所谓的香港14K 啦然后什么。现在新的报道的方向是说，有一个叫何盛和的这样的一个帮派，事实上可能在这一段，也就在回归之后，香港的黑帮已经不再是那种所谓的叱咤风云，引领所谓的香港地下经济，或者可以跟雷洛传当时一样，哇，可以跟警方来来去去，而是已经被中国方面势力给吸收，作为什么？他可能在海外。或者要作为我可能不管我要惩戒你或干嘛，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桥段的时候，很多人一定会想到当年在旧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时候的江南案，也是嘛，我们找社会人士嘛，告诉他小以大义，国家现在遇到危难，有人在外面，对吧？我们去制裁他。结果如果现在的这个版本硬生生的变成了到了这一段但我觉得第一个石板民夫遇袭的这件事情。他应该是有计划的，否则不会那么怪嘛。一个就是说，国台办还自己跳出来，他是因为义愤，所以他就动了这个手，什么什么。可是当现在已经变成了，这已经到国安问题了。萧美琴的行踪，老实讲，这不是第一次被扯上，有可能会遭到遇袭。当时他刚当选完了之后。到国外，到捷克吧，说有这个中国人这个方面刻意的制造车祸，想要去追撞或什么，所以我觉得它反而呈现更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资讯的保密或者相关协议上，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漏洞被对方会掌握 ？OK。第二个是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现在陆委会已经定调了，这是整个这个什么民族团结促进加强法之后第一起所谓的海外的制裁的事件。那会不会未来，我们可能可以挡得住官方的人，因为他官方身份我们或许查得到，但这种所谓的民间人士，甚至他如果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前科的部分，在港澳地区只要透过网络签证就可以申请来台的这个状态，会不会反而成为另外一个破口？也就是这整件事情会让媒体报道的有这么多的一些想象空间吗？我当然今天那个像有那个学者了哈，他就说对。如果是冲着萧美琴来的话，就合理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这个新闻的报道，本来黑帮是派了6个人来，然后后来有4个人先回去的，最后就留下来主嫌叫廖港发跟一个把风的嘛。那他们会觉得说，如果是要针对石板民夫的话呢，何必要6个人来呢？一个就够啦，对不对？所以6个来一定是针对萧美琴，对不对？这样就合理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不合理啊。为什么？因为萧美琴是副总统你是把我们这个特勤都当塑胶黑帮派6个人来就可以搞定我们的特勤这6个人是怎样？张无忌加白鼻鹰王这是都武林高手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嘛？但可是这个绿营的就是这样子解读啊，对，就是冲着萧美琴来的。然后结果这个民进党的干事长范云说对，这个传闻就是真的，可见中共就是要派人来对我国的领导人跨境镇压。我真觉得你真的这样子觉得吗？我先讲我是谴责暴力的这个任何人都不能够对石板民夫施展暴力如果假设是中共也不可以也是要谴责。但是我觉得你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嘛，你现在一定是中共吗？这是什么？一定是习近平派来的吗？派这6个武林高手就是要针对萧美琴吗？你到底是证据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抱着比较怀疑呢？就是上次我讲的对不对？2019年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王立强诈骗犯在澳洲接受访问说他介入台湾选举帮韩国瑜当选那时候蔡英文就相信王立强了就说哎呀好严重中共介入了赶快派国安高层去澳洲去了解这个王立强这个重要的线索然后呢哇那时候把韩国瑜打乱七八糟，你看中共就是喜欢韩国瑜，所以你们如果谈空韩国瑜呢就是挺中共蔡英文因此得利结果王立强现在诈骗犯然后王立强咬出了向心夫妇什么的，也被冤枉了好几年，也被放回去了。请问一下，民进党有为这个事情说一句话吗？就操作了一番，然后传过水无痕就是澳洲报纸报的，你为什么这关你就过不去了？不是我过不去，是为什么他会相信，然后操作半天呢？好，他就操作嘛，就是是不事实是一回事，但是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然后补课我再讲一下，譬如说这个最近呢有一个人又出来了，叫89。他昨天讲说，哇，中共呢也出了250万找四海帮要断他手脚了所以他现在也很危险。好，我是不知道89讲的是不是真的，但是89之前翻车很多次第
第一个，他那时候也是讲说什么全台湾大概有20万人有中国大陆的身份证啊。结果刘世邦我们内政部长真的很当一回事啊，就去查，那时候还清查了我们的军人、公教人员跟教师。这黄义中不知道有没有签到那个切结书啊？要你去签说你没有中国籍，结果你最后查到几个人？10个人，20万变10个。这黄义中不知道有没有签到那个切结书啊？要你去签说你没有中国籍，结果你最后查到几个人？10个人，20万变10个，89。好，结果呢，那个89就是民进党最相信的人，操作了半天，那就搞大罢免，结果翻车。好，然后89那时候另外一个民进党的意见领袖叫做闽南郎，闽南郎呢还说89呢是要搞那个学纳粹、搞煽动。那个闽南郎现在退出了，去高雄当道士。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谴责暴力，如果是中共也不行，但是如果民进党像范云，你觉得就是习近平派来针对萧美琴的，那你也要拿个证据出来嘛？因为袁志刚讲说谴责暴力啊，绝对也要挺石板民夫啊，任何人都不可以恶意攻击石板民夫。可是搞了半天，刚刚可能我看你发言的90%都在骂民进党，奇怪，又不是民进党打石板民夫的，你干嘛一直骂民进党？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觉得事情是我们不要被带偏方向，不，因为原之你要想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石板民夫被袭击，一定是蓄意。我没有说不是蓄意，我也觉得蓄意，我也觉得蓄意。所以那是谁？因为他有问他说，那你所以为什么你要去讲什么2020多久？2019现在多久？不是7年前了。你去讲一个7年前的什么王立强某人啊，或者讲一个什么89闽南郎，就是跟石板民夫没有关系啊。89闽南郎是去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石板民夫嘛？那因为什么一定是蓄意？因为这个凶手这个是韩国瑜的贵宾啊，所以那都不是重点嘛。不论你是可能你个人有 PTSD 或怎样，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石板民夫。我是说要就事论事，我们就是要就事论事啊。跨境镇压的，对不对？证据要拿出来嘛。对啊，廖港发，我就问大家嘛，这个廖港发是怎样？他在机场被拦下来，他从香港入境台湾，然后打完人揍了石板民夫一拳，在机场被拦下来，这有可能是随性的吗？这有可能是一时兴起吗？我们谁会？今天突然没事，买个机票去个国外，然后到了现场一看，你这个老兄看起来很讨厌，我啪打你一拳，赶快逃走。谁会这样做？这一定是蓄意的嘛。所以今天状况这其实很严肃现在是一个来自境外的人，很明显带着指令跟任务，蓄意来到台湾社会，不论他原本是要攻击萧美琴，或是他就打了石板民夫，但是他在我国蓄意行使暴力的行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国民党我们不来一起讨论这背后的主使者是谁呢？所以第一个事情是因为刚刚任俊哥讲到说，因为现在这个人被扣住了，他的手机通联记录，所以其实现在有媒体报道，当然我们还要求证，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所谓的手机里面发现说他拿了5万港币、20万台币，那这很明显就是来自境外针对性的攻击，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好，针对萧美琴，那我们也不要忘记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我们民进党自己说大家都要欺负我们萧美琴怎样怎样，是捷克军情局、捷克官方的情报单位认证说，没错，当年中国在捷克就是埋伏了一个媒体工作者，事实上他帮中国做事，事实上他在萧美琴参访捷克的期间，是一度蓄意想要追车，甚至造成冲撞的方式来刻意的制造危险，这个是捷克官方背书的。所以你说有没有跨境的攻击？有。过去中国有没有故意要制造萧美琴危险？有，这都是已经证实为真。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来讨论事情是说，那现在随着中国推了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他们的所谓跨境镇压，他们所谓长臂管辖，是不是变本加厉？是不是现在胆敢把手直接伸到台湾里面来欺负台湾人民了？这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嘛。所以今天民进党在立法院提一个决议，说我们应该一起来谴责中国这种跨境镇压的作为。那国民党立法院没有反对，但我也希望接下来党团协商不要只是没有反对，应该大家一起来聚焦，怎么样强化我们法治，怎么样针对这种明显怀有政治任务的人，不只是未来抓到他用伤害罪来办，甚至要更重这种反跨境镇压的立法，应该来讨论。OK， 那接下来呢，对所有的国人来讲的话，那你说选在2026、2028、2026现在已经在开打了各个地方，然后四处烟消四起，说打了这个这样，但是对于我不知道明后有没有觉得蒋万最近的人设
有人在观察蒋万安人设从尤其台风那段，当然重点是摆在那个灾防会议里面。他不是讲说，对那个如果要各区除了哪一区怎么样，如果各区没有什么话，那接下来就不要再给我要什么紧急调度啊，类似像这样。有人说幕僚是在形塑蒋万安一个强硬的一个人设，那一定要用这样的人设才会对蒋万安未来的政治路更有利吗？我觉得也不是说人设啊，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对外的态度是改变了。哦。就是以前他是安静的做市长嘛，然后就是管市政问题，然后虽然出了错呢，可是因为他低调，所以大家也没有说很苛责他。可是今年又是选举年，然后他本身的动作其实也蛮大的，譬如说那个中横公路通车那个慷慨激昂的发言，蒋经国那一段，对，然后以前呢，对于中央他也是温温的说这希望我们中央怎样，可是他现在是直接骂，直接跟蓝营其他人一样，直接K 中央，然后骂总统要什么讲清楚，对，像有他就强势的出头嘛。然后他今天又讲一件事情，就说他访美的时间就是在明后年。那谁会？那个沈伯洋是7月20号就要去访美嘛啊？但是你当然说谁会在明后年的时候要讲说自己明后年会访美？因为明后年刚好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呐，就是所有对2028嘛，因为所有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都要去访美一趟嘛。那你为什么今年不访美？那你不那虽然那个李明显有说啊，这今年已经去新加坡了，可是去新加坡去领奖，那你今年也可以访美啊，也不一定说就不能去啊。但是他还是要顾整个选举，还有整个国民党的这个各地的选情嘛，看起来他是这样，因为他各地的去跑行程，然后去帮人家助选，然后同时就跟万美玲还有四广阳同框了嘛。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看起来他就是想要管的事情，监察院他也很大声的在讲，说监察院要怎么，而且很具体，我们先冻结再怎样，他不是说哦这个怎么样。这些事情，平常他都是说这不关我的职责，这是立法院处理就好，然后我们一切依法行政。他的确今年的态度对外面的确是改变很多，包括台风假的问题，他也死硬的说我们就是一个整备日怎样。那但是问题是我们要问的说，你这个态度到底好不好？到底对你的这个未来的2028，如果是当然啦，就说。我跟将军都讨论过，我们觉得他有2028的野望之心嘛。可是因为你这些市政的态度，或是你面对什么别人砍树啊，然后你就去告市民啊怎样，你累积起来，你的2028就会日渐的减少嘛。我们都是非常这个欢迎每个人都可以出来选举，但是你改变态度的时候，你错的就应该要认错，你不是像那个万美玲这样一直杠到底，最后到底是赢还是输，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将军，我不知道秦姐一定是爱之深责之切啦，就是她对蒋万安，那因为毕竟同党的嘛，那秦姐也资深，她讲说蒋万安回答不要像那个复制贴上。可是秦姐前一阵子就已经被政客爽对有粉专，然后就已经直接一直延上这些，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再闹大？我今天中午还跟秦姐同台，她的意思说她身经百战，她经历过不知道多少个党主席。我今天中午还跟秦姐同台，她的意思说她身经百战，她经历过不知道多少个党主席、多少个总统、多少个市长，就是她没有问题，所以她的那个抗压力是很强哈。但是秦慧珠议员这样讲不是没有道理。蒋万安有没有说他要选2028？没有啊。他有没有说他不选2028？也没有啊。那表示蒋万安不排斥，我不能说他想啦，不能说他想，他不排斥。先安内再攘外。当时好像是先总统嘛，老蒋说的嘛，先安内再攘外。国民党现在内部安了吗？乱七八糟啊！国民党现在内部乱七八糟，有支持卢秀燕的，有支持有支持这个韩国瑜的，有支持蒋万安的，也有支持郑丽文的，还有支持对，不要忘了郑丽文。所以一定要有郑丽文，现在是现任的党主席，所以国民党现在内部一团混乱。蒋万安如果要成为国民党领头羊，
一定要有当年马英九把李登辉赶出去的气魄。蒋万出来，郑丽文，你这样舔共是不对的，你这样亲中都不对，给我下台。可是将军，如果你这样讲，好，我们把它化成就所谓的反正势力跟永正，就郑丽文毕竟是党主席嘛。对。现在看起来，如果你从郑丽文以外的，最起码有卢秀燕、韩国瑜、蒋万，这算是三个。那你不能说他们一定反正，可是就是郑丽文以外，那2028讲的就是这3位。这3位为什么是蒋万可以来做这件事，韩国瑜不可以吗？因为卢秀燕不敢啊，卢秀燕不敢，卢秀燕的个性就这样。卢秀燕个性不一样，卢秀燕就像我们那个晚上在路边散步，有那个蜗牛出来，有没有？2个眼睛好大，你就用这个这样戳它一下，就戳进去了。卢秀燕就是这样子，卢秀燕不敢。那么你说蒋万才不敢吧？我看好他有蒋家的血统，蒋家是革命的政党。我觉得韩国瑜可能比较敢。韩国瑜不想，韩国现在多愉快啊！韩国现在多愉快啊！何必淌这个浑水呢？这种事情年轻人去，他叫什么老骥什么福利，老骥福利，老牛福利啊！他已经老牛，对不对？要年轻人去，所以蒋万是国民党唯一的希望。你必须要把国民党内部郑丽文这个纷乱的人，只有由你把他赶下台，你才会成为真正的国民党的中心少主。你现在这个做法完全错误了。你能讲的，郑丽文能讲，你能讲的，卢秀燕也能讲，你能讲，韩国瑜比你还会讲，那有什么特殊性？你要做别人不敢做的。在这次党代表大会，谁站起来愿意知所蒋万的，跟我走。郑丽文的路线错误了，你要实施我做的做法，反共。要反共，再反共，否则鱼死网破，没得谈。蒋万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你太看得起他。不是那个袁志，你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就是国民党里面，如果照蒋万这样的话，国民党不就分裂了？我觉得蒋万不需要炮口对内啦，其实他只要针对民生议题展现出就是他很关心就可以啦，就吸金能量嘛。然后我觉得他也不需要去讲说到底要不要选2028嘛，就维持一个战略模糊，这样民进党还会怕。我就举最近那个毒油事情嘛，因为民进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毒油，他那时候7月3号，卫福部长去跟卓荣泰报告的时候，卓荣泰还说再考虑一下，那个第2层不用去公布流向。当然，卓荣泰后来有讲说，我再考虑的意思是在思考要不要扩大这个。对，但我觉得他也是胡说八道，对不对？譬如说我今天叫将军说，将军你要去念数学哦，然后明天我问将军说数学念了没？我还没念几率吗？没有念几率。然后将军说我还没念，因为我要考虑英文要不要一起念，所以我连数学都不念。不是你如果要思考要不要扩大，你应该7月3号你就要针对就是第一批那个时候发现的第2层食品你就要公布。你为什么后来说因为我要思考要不要扩大，所以我一开始不公布？有点影响，我们会讨论。我只是举例就是那为什么后来他后来为什么他会变？就是因为那时候蒋万安包括卢秀燕他们通通都跳出来，就是说，你们以前不是都说食安要零检出吗？要最高标准？那个能量。让中央觉得说，这2个是未来可能2028的赖清德的竞争者。如果一对比之下，蓝营是很重视食安，绿营不重视，那他们就会紧张了嘛，所以就改了嘛。好，可是这整件事情，我先问一下，来一中请教一下，那对蒋万来讲的话，真的是要做到这些吗？可是现在不单纯是这样，蓝白合之下，看起来蓝白合，不要说林涛跟他口中那对夫妻，然后吴检惠，对，还有吴检惠，大家已经杠成这个样子。从竹北啦，再来就是花莲市啦，这一大堆地方蹦出来，重点最大的一个变数，柯文哲。对，柯文哲现在已经不是跟当初黄国昌一样，跟蓝营之间如胶似漆的合作。柯文哲显然要打的就是那种蓝绿两边之间哪边有利，往哪边走，是这样吗？因为柯文哲知道事情大条了。你看，你今天已经1个半小时了，现在才出现民众党柯文哲。过去我们在讲他们的时候，都是花1个小时的篇幅在讲民众党。所以其实讲你是给你票，好不好？现在已经压缩到最后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就知道事情大条，所以他必须创造话题。他今年赶快讲说，民众党如果年底如果14席都没有选上的话，民众党就 game over。他就是要跟你讲，然后我们就标题。然后今天有个动作，就是他今天2个动作，一个是邱成远竹北市长候选人去接受媒体的那个媒体人的访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征召的花莲前发言人戴瑜文征召要选花莲市长。那这2个动作其实都指向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在耍无赖。邱成远今天就讲说，民众党是一个空战的政党、空战党，然后他们地方基层就是要在努力，实际上就是在耍无赖。我先讲邱成远这件事情呢。今天主持人问他说，那因为竹北市长国民党的候选人叫吴旭智，他就说有可能会弃保什么的，这件事情是被我爆料的啦。拍谁？原本上礼拜
他们就要开一个记者会，宣布吴旭志要退选啊。本人率先在脸书爆料，人家跟我讲，你一定要先做这个动作，所以他们后来上礼拜就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晚本喜，这我听到的情报，我这不能乱讲。柯文哲跟妙天已经瞧好了，然后国民党中央瞧好，要吴旭志退选。我不能乱讲，我有凭有据的啊。所以他们拜托我去爆料，所以我就把它爆出来。爆出来以后，后来这件事情就先破局，对，就先破局，然后就没有啊。所以后来媒体就访问吴旭志的时候，那吴旭志看他的意思，他是不想退的。因为他知道他其实实力蛮强，要经过初选，要干嘛退？他就不想退，他怎么可能会有记者会？但是问题是上面要他退啊，不然柯文哲干嘛去找妙天？有没有找自己讲嘛？如果我的爆料是有问题的，是作假或是什么的话，早就被告了嘛，不啊？就表示事情是这样子，所以压下来。然后今天邱成远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是还是在那边讲说，还是希望说，他说原本是要征召他选县长的。我就哪来的自信？他说原本他要选新竹县长，后来是因为蓝白合，所以献给徐欣莹选，然后他去选竹北市长，他是这样讲，他一直是这样。好，那是他的事情。OK。那我说为什么他跟戴宜文的情况很像？是因为戴宜文今天被征召选那个花莲市，其实花莲市国民党是有一个报备参选，就是魏家燕，就是现在要选花莲县长的无党籍的魏家贤、尹修迪、魏家燕。那国民党因为他哥哥要选县长，他不好意思，原本魏家燕是现任的国民党籍嘛，但是国民党就说我们报备参选。好，那重点来了，那你说戴宜文为什么要参选？一没屌嘛，他选这个是100%不会上，不是100%是100%不会上。那为什么他今天要征召他去选？今天记者问他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其实有传出来是傅昆萁。因为大家知道傅昆萁所属意的基安乡长游淑珍要选花莲县，他等于就是跟魏家燕的哥哥魏家贤的火拼嘛，所以基本上是变成一起侧翼嘛。戴宜文那个就是今天为什么我确定他是这样讲？记者问他嘛，就说那你副总召如果要跟你同台什么，你怎么看法？他说如果副总召对他是表示认同的话，他相当欢迎。这不就是坐实人家外面讲说你就是副总召派出来的侧翼？他说如果副总召对他是表示认同的话，他相当欢迎。这不就是坐实人家外面讲说你就是副总召派出来的侧翼？那为什么就是要掩护游淑珍？因为那个花莲县长的关系，等于是你派一个戴宜文去治谁？去治那个魏家燕花莲市长嘛？他还讲一句话，他还讲好像他说，我觉得戴宜文今天还说花莲不是特定政治家族的花莲，他其实因为他的对手是魏家燕。你哥哥被选花莲县魏家贤，那我觉得这句话我也可以，你可以拿去问傅昆萁啊。那傅昆萁不也是特定政治家族？所以这个也才从这一句话，黄国昌在他旁边他们讲这句话就表示民众党就很明显的双标嘛。反正谁对他有利，现在是傅昆萁跟他比较有合作的空间，所以他这时候就是站在这个话，然后去讲人家魏家燕、魏家贤。那其实这些动作，其实都是第一个创造，都没雕嘛。为什么被算创造话题？然后看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他的声量。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怕今年2026结束以后，国民党就不理他们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个声量，以后2028国民党才会继续跟民众党合作。OK， 刚才讲到老百姓会关心民生的一些议题，尤其油的议题。刚刚元之已经引了一个油的议题，像这样，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是卓院长到立法院去专案报告，可是你可以想象出来，前面除了蓝白阵营在立法院，然后用强烈的抗争以外，那当然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包括谢龙介跟卓院长之间大家唇枪舌战，让你看一下来。你讲你深感遗憾，我来讲全国的人民在等恁一个道歉。到今仔日无一个官员甲台湾人回信的。我刚某公深感遗憾之外，我们要深刻的检讨跟自反省。你有要道歉无啦？这不是什么意思？真简单啦，院长咱也免讲一寡有诶无诶，我正式伫遮。你认为你有需要甲台湾人为了这件代志来回信的无？我已经将所有处理的时间甲大家报告，包括卫福部。无啦，你有要回信的无？所以你到今仔还无要道歉就对啦。我拄仔讲我要深刻的检讨跟反省。你是我这按怎道歉？你个深刻的遗憾检讨跟反省。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来，吴真，所以光为了这件事情，因为老百姓一定想要知道，就整个油的处理到底未来怎么样，然后让大家可以吃得安心，然后过程，尤其是中联，到底那些是不是有隐匿？除了那些隐匿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像卫福部长讲的，他会怀疑有其他的一些资料上的一些的问题？但是显然看起来到了立法院，大家那就是针锋相对之下，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包含刚刚我们讲到，其实这段时间都在追嘛，然后中联、南侨、福寿、福茂这家，确实这些业者，其实在先后不一的时间，他大概就掌握了这个油品这个它超标的状况嘛。那问题是说，那其实现在包含卓荣泰院长，其实在昨天的专案报告里面也说，其实政府现在还赶快要把这个防线筑起来，所以包含全面下架的这些相关的商品，因为现在其实各地其实今天媒体报道出来了，上个礼拜其实各县市来去跟行政院开会的时候，其实也有代表业者，就是说这些被下架、被受害的食品业者，其实也有反映嘛，说这个损失很大。那想知道说现在什么时候可以重新来上架？所以包含政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去查验，然后把这个重新上架的机制定出来。然后之前有问题油品掺到的，其实就永久下架。那包含说未来要去强化整个监管的机制，因为这一次发现说所谓的业者本来半年自己验一次，然后自主验、自主提报，但是因为在所谓中联跟他的客户我们刚刚讲福寿、福茂这几家之前有交叉持股问题，所以里面变成一个诱因的错字。但是包含说政院也讲了说未来可能政府自己要派人去查这个终端的商品，因为就是这一次教训，就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仰赖业者的这个机制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民以食为天，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全民都很关心，所以政院当然是卓荣泰院长要来跟大家报告说现在处理到哪里。可是，在立法院我们也看到，像其实刚刚。说实在讲那么多，那有时候刚刚例如说看国民党谢龙介委员质询，其实他也没有要认真跟他讨论事情，他就是说要逼你讲到一句道歉，因为道歉就说那你就是承认你有错了，那你有错这个事情就是民进党的政治责任所以呢这事情就怎样怎样，就是说国民党想把这事情做到一个政治的处理嘛。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来为食安发声都好，可是你不要操作过头，事实上会怎么样变成一个回力标？因为我看包含例如说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他就又来玩一个连看，他就而且他连得很远。我刚认真看了一下，他就是最近国民党在带这个风向嘛，就说你这个赖清德一定这个你跟这个洪尧堃福寿的董事长是不是很好？因为你们有一起出席活动，有比赞。可是问题是说好，那大家也看到说，可是那出席活动。那你卢秀燕市长也出席活动啊，所以你不要又拿完这种一张照片连看的把戏。我觉得大家来为食安发声都好，可是你不要操作过头，事实上会怎么样变成一个回力标？因为我看包含例如说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他就又来玩一个连看，他就而且他连得很远。我刚认真看了一下，他就是最近国民党在带这个风向嘛，就说你这个赖清德一定这个你跟这个洪尧堃福寿的董事长是不是很好？因为你们有一起出席活动，有比赞。可是问题是说好，那大家也看到说，可是那出席活动。那你卢秀燕市长也出席活动啊，所以你不要又拿完这种一张照片连看的把戏。那另外像我刚刚讲徐巧芯，他连个更远了，他说什么？因为洪尧堃他是一家叫做华少投资的董事长，然后这个华少投资呢，他有持有大雅集团1%的股份，然后这个大雅集团下面有一个副董事长叫做沈尚邦，沈尚邦跟赖清德有认识，所以洪尧堃是不是跟赖清德就有关系？我刚刚讲完这一串，我相信大家头都昏了，就是你牵也牵太远了吧？什么洪尧堃下面有一个公司有一个持股还1%，然后1%的这个公司里面又有一个人，他跟赖清德认识，你要照这种牵法，全台湾人我看差不多都可以牵进去了。所以问题其实现在刚国民党要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很直接，网友来找嘛。例如说，好，你现在觉得说因为福寿他这个过程中有隐匿不报，所以好像谁是他的朋友谁就是福寿是绿友还是哪个友之类的。可是其实问题是，大家只要上监察院的政治现金平台一看，哇，这个洪尧堃其实是国民党忠实的支持者嘛，因为历年来的选战。像上一次的立委选举，他就捐了郑天才，捐了马文君，捐了万美玲，捐了洪孟凯，没有捐原资，不知道为什么。好，那这个还有这个侯友宜捐侯友宜，好，然后郑天才上次大选也捐，然后你看捐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然后这个从2020年，然后2021就是选地方大选那一次，到2023选地方这个总统大选这一次，连续几届无一不与捐呢。所以如果国民党就徐巧芯要玩这种连看说洪
姚坤，谁跟他很好？你们现在谁就是这个罪魁祸首，谁就是共犯？那说实在，共犯就在国民党。来，袁志最后2分钟回应。没有，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昨天那个要不要卓荣泰道歉是一个态度嘛。那卓荣泰我是不知道为什么道歉2个字就是说不出口啦。就是谢龙介一直跟他讲，他就是说啊，我已经讲说我深表遗憾啊，那我已经说我要检讨反省了嘛，那不行吗？就是那种态度，就是让你觉得说怎么样，我就是不讲怎么样。可是如果是民进党是那时候2014年发生顶新的有的事件的时候，民进党是怎么要求当时的马政府要江宜樺下台的嘞？他们是比我们现在强硬的多哎。谢龙介说我没有要你下台，我只是要请你跟民众表达一个道歉而已，不要就是不要。那他然后呢，这个卓荣泰他的态度呢，因为今天有一个媒体的报道啦，我也没有看到郑源出来否认啊哈，就是说在7月9号的行政院的院会的时候，卓荣泰那时候去呛那个台中市的副市长，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我们现在公布第2层的这个食品的数据。跟你们的不一样，你们为什么要抢先公布呢？你去跟你们市长讲啦，不要都是用这种竞争心态啦。好，中央地方要合作，地方为什么要去公布？为什么？因为他查到赶快讲，大家看到说哦这个东西有，我就不要吃嘛，我要预警嘛。这个是站在民众的角度去把关啊。你中央你不赶快积极去做这件事情，结果地方做你还骂地方，然后他讲到竞争2个字，去跟你们市长讲。他们市长谁？卢秀燕。所以现在行政院在处理这件事情，想的都是，哎呦，我不要让你卢秀燕占得先机哦，就是还是用这种角度在处理，用政治的角度去处理这民生的议题，就让大家觉得说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道歉？那更不要讲，你如果说在第一时间你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赶快像现在的态度。所有的东西先预防性的下架，第2层你也赶快公布流向，赶快下架，不要去扯什么20%什么有的没有的。那大家可能在这几天就不会多吃很多本便比到下去嘛，致癌物嘛。所以本来他们政策反复就有问题嘛，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连这样子道个歉都这么困难。OK， 这整个10案一些的事情看起来，包括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政府机关大家在动起来之下，那这整件事情是不是很快能够让民众有一个安心实的一个环境？但不管怎么说，那这件事情发生的缘由，所有这些一定要把所有的原因事故所有查清楚，给百姓做一个最好的交代。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所以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